1991年，一部屌炸天的电影横空出世，当年便登顶全球票房冠军。后来他以碟片的形式流入国内，让当时的80后见识了什么叫顶级科幻动作片。片中施瓦辛格的终结者造型，更是引无数大咖纷纷致敬。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片中的反派，那强大到令人窒息的、毛骨悚然的压迫感。在2029年，人工智能天王产生了自我意识，他认为人类都是蟑螂，于是用核弹炸死了30亿人，还派出机器人屠杀剩余的人类。人类联军一开始节节败退，后来天才领袖约翰康纳站了出来，带领人类逆转了局势。天网被逼急了眼，于是派出最先进的液态金属机器人 T1000，穿越到1991年，要杀掉小时候的康纳。T1000不仅会72变，还无视一切物理伤害。不过康纳也识破了天网的阴谋，也派出老款机器人 T800保护自己。由于携带物品会导致磁场混乱， T800刚穿越来时还给阿姨们放了一波福利。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衣服和载具。I need your clothes, your boots, and your motorcycle. You forgot to say please.本来 T800就要赶往下一个任务点了，这时 NPC 酒吧老板跳了出来。Can't let you take the man's wheels, son. Now get off before I put you down. That's it, goddammit. 接着他们一个化身机车猛男，一个伪装成警察，都想在对方之前找到小康纳。而此时的小康纳已经长成了问题少年，没事就去破解银行取款机，拿到钱后整天泡在游戏机厅打游戏。当他发现 T1000 在找自己，还以为银行报了警，立刻就要从后门溜出去。当他推开最后一扇门，迎面就撞见了 T800。当 T800 抬起冰冷的喷子， T1000 也追了上来。就在小康纳夹在中间难做人的时候，小康纳还来不及猛击，就被 T800 护在身后。趁 T1000 换弹匣 ，T800 砸开门把他塞了进去。一波下来 ，T1000 被打得掉了线。然而就在 T800 装弹的空隙 ，T1000 身上的窗口又恢复如初，呲溜一下站了起来。接着 T1000 和 T800 开始肉搏，混凝土的墙面像豆腐一样被他们撞碎。虽然 T800 相对落后，但是它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内部由钛合金打造，十分的抗揍。T1000 一时也没法徒手整死他，转身就去抓小康纳。这时小康纳已经骑上了摩托，准备溜之大吉。T1000 迈开双腿狂追，这一段是实拍，不但要求演员跑得像博尔特，还要求他面不改色。后来 T1000 跳上一辆卡车，随手就把司机丢了出去。小康纳确定这货绝不是正经警察，被抓到绝不是请家长那么简单，于是把油门拧到底。他很鸡贼地开进河道，暂时摆脱了卡车。刚松下一口气，没想到下一秒 T1000 竟开卡车飞了下来。这下小康纳欲哭无泪，两边都是水泥墙，反而让自己逃无可逃。好在这时 T800 也骑着哈雷追了上来，他单手上膛对着 T1000 开火，眼看找不到好的射击角度，而小康纳就快要被撞死，他直接从岸上一跃而下。而这一段也是实拍，你看他都缩脖子了。T1000 左右摇摆，想卡住身位，但还是被 T800 找准时机超了过去，然后像拎小鸡一样把小康纳抓了过来。接着他单手上膛，一枪打爆卡车的轮胎，卡车瞬间失控。T800 跟小康纳说自己是机器人，是奉命穿越时空来保护他的。小康纳立刻就深信不疑，因为上一个跟他说这些的是他的妈妈萨拉，现在已经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于是他们下一个任务就是去救妈妈。任务开始前，他们先给小约翰的养父母打了个电话。这场戏就是为了显示 T1000 的牛逼，如果不是 T800， 小康纳就被变成养母的 T1000 骗了。萨拉这边得知了康纳被袭击的消息，当晚就劫持院长强行越狱，可最终还是被保安们控制住。幸好这时 T800 杀到，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带人出院的决心。可
可就在母子团聚的时候，T1000也刚好杀到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当然要跟女友一起观看。如果屏幕前的你也想找到女友，上牵手，主打高学历、高质量，全面信息多重审核，假人秒封，找对象掌握选择权，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，用牵手找到可以牵手的人。他是所有80后的童年阴影，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反派，惊掉过无数小朋友的棒棒糖。T800让康纳和萨拉赶紧走，自己来断后。然而威力强大的喷子也只能延缓T1000的脚步。当3人逃进电梯，一支利剑竟然插了进来，然后变化成2只钩子，强行扒开电梯门。T800近距离当头就是一发，但短短几秒T1000的头就又恢复如初。他再次扒开电梯门，然后一跃而下，接着双方就像是开盲盒，上边的往下刺，刺中谁谁倒霉，下边的往上喷，喷中谁谁活该。终于撑到电梯到站，这时刚好有辆警车路过，于是T800很有礼貌的把他请下了车。另一边T1000也从缝隙里流了出来，然后变化人形朝他们猛冲。3人一边疯狂倒车，一边开枪延缓他的脚步。可就在转向掉头时，T1000还是扑过来勾住了车尾，然后爬上来攻击后排的康纳。这时T1000让萨拉抓住方向盘，接着探出车窗。3人到了安全的地方，开始对T800进行研究。它的电池可以续航120年。T800说T1000远远比它先进，他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直逃下去。于是他们来到萨拉的秘密基地，这里有他藏好的军火。T800在这找到了一件十分趁手的兵器，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啊！此时的萨拉坐立难安，因为按照原来的时间线，几年后天网就会引爆核大战。他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，既然天网可以派机器人来杀儿子，那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去杀掉天网的发明者？而这种事自然不好带上儿子。他只身来到科学家的别墅外，架好狙击枪，扣下扳机的瞬间，科学家刚好弯腰捡东西。他先是朝着房里疯狂扫射，然后提着手枪闯进去，一枪打中科学家的肩膀，正打算再补一枪。科学家的孩子紧紧把父亲护在身下，萨拉一时心软，再也下不去手。这时T800和康纳也刚好赶到。康纳说打打杀杀的多不好，他有一个更好的主意，然后就让T800给科学家露一手。没错，就是字面意思的露一手。在铁鱼血的见证下，科学家立刻相信了未来竟会有30亿人死于他的发明，于是他要带着3人去毁掉未来的天网。他们来到萨博电脑公司，先是很礼貌的请保安闭嘴，然后一边80的抡大锤，一边成桶的放炸弹，还找到了天网的数据源，就是初代T800的芯片和一只机械手。可很快一名保安发现了闭嘴的同事，立刻就报了警，警察就把大楼重重包围。T1000也在无线电中得到了消息，他是所有80后的梦中保镖，只身一人就对110名特警形成火力压制，顷刻之间警车就被全部摧毁，而警察却无一伤亡，只因他答应过男孩不杀人。此时大楼内的特警突然闯入，二话不说就给了科学家一梭子，萨拉也被火力逼到了角落。这时T800直接肉身撞破墙壁，随手就把一脸懵逼的萨拉救了出来。当特警来到科学家身边，竟发现他抓着炸弹遥控器。当特警们全部撤出，科学家引爆了炸弹，成功毁掉了天网。这时3人乘电梯来到1楼，却发现门口有一队特警在守着他们。特警立刻发射催泪瓦斯，T800却从瓦斯里淡定地走了出来。特警们看到这一幕都懵了，这催泪瓦斯怎么不催泪啊？然而让他们更懵的还在后面。解决掉大楼里的特警后，T800又朝外面的特警发射催泪瓦斯。见到有特警戴上了防毒面具，还很贴心的帮他们摘下来。然后他开上警车，大摇大摆的把萨拉和康纳接出大楼。这时T1000刚好赶到，他又来迟了一步。当他看到外面有架直升机，立刻踩下油门，从楼上一跃而出。警车上的3人也发现T1000追了上来，于是萨拉突开枪射击，反被T1000射中了大腿。T800见状立刻一脚急刹，这下直升机追尾，双方载具全部报废，T1000全责。一旁的群众让他们联系保险公司，却被他们抢走了小破车。T1000也鸟枪换炮，抢了辆变形金刚同款的油罐车，油罐车的速度更快，猛顶小破车的车屁股。T800便爬上油罐车的机盖，对着T1000的脸就是一阵突，然后抢过方向盘猛地一拉，油罐车横着就闯进了炼钢厂，车上几10吨的液氮倾泻而出。没想到超低温正是T1000的克星。
Hasta la vista, baby. 可这里是炼钢厂，高温很快让液氮蒸发殆尽，液态金属又快速汇集起来。T800让萨拉和康纳先走，自己则留下来争取时间，却被 T1000一个偷袭打掉了榴弹枪。T800的铁拳对 T1000毫无作用，最后还被齿轮卡住手臂。T1000一时也干不掉他，就转身去找康纳。T800又怎会让他得逞？他用钢棍撬断手臂，然后一棍把 T1000几乎劈成两半。T1000明白要杀康纳，就必须先想办法干掉 T800。他先是用铁梁狠撞 T800的脑袋，但是毫无作用。最后他一棍一棍地刺进 T800的身体，终于刺穿了他的电池，让 T800停电关机。躲起来的康纳听到萨拉的呼唤，赶忙出来接应。这时却看到两个妈妈，后面的萨拉二话不说就是一枪把 T1000打得现了形，然后连续开枪，想把 T1000轰进下面的熔炉。但就差最后一哆嗦的时候，没子弹了。就在这时 ，T800乘船宋代升了上来，原来他还有一块备用电池。T1000被榴弹炮炸开了花，一个趔趄就掉进了熔炉。挣扎了几下后，就被几千度的钢水溶解。这下他们也找到了芯片和机械臂的处理办法，统统丢进了钢水。T800的电量已经不多，为了不给人类研究它的机会，他顺着铁链缓缓沉入了熔炉，最后一刻还竖起大拇指，表示水温刚刚好。